干了。还有吗？没了，我再去买。就到这吧。通知阿朵，带瓶碘酒去舞厅周围垃圾桶仔细搜。找什么？证据呗。你终于想通了。跟乔太长说，别用手铐。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Miss O, this is Mr. Norman. Hi. Pleased to meet you. Please, take a seat. Thank you. I heard a lot about you from your sister. My sister, really? Yes. What does she say? She says you are quite clever and beautiful from a young age, and you have a happy and bright future ahead of you. I no longer hope for any happiness. I'm just lucky enough to be alive in Shanghai. I understand, but I think that medicine factory still has a lot of potential. To be honest, I don't think I'm suited for that kind of work. Come on. You are quite genius, especially given the explosion that you created. I think that you would be able to make a lot of things with our resources.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I planted an informer with your sister. From the beginning, I've been watching your every move. So, why didn't you stop me? Your sister has a big appetite, you know? You are a well-educated girl. You have received your higher education at Cambridge. I feel that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for us to find a way together. Fellow Cambridge grad, let's make a toast to a successful future working together. 小书生，你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抓人呢。邹小姐，跟我回巡部帮一趟吗？罪名是制造那起爆炸案。我？你有证据吗？非得在这儿说？不说清楚，我怎么跟你走？好，那我把案情的来龙去脉先梳理一下，有不对的地方，您多指教。你姐姐邹颖和白老大合伙做生意，起初生意还算顺利，不过她不善经营，导致收支严重的失衡。为了弥补亏空，她利用药厂的职员从鸦片中提纯了海洛因，然后走私到香港赚了大钱。不过也因此得罪了白老大。为了寻找新的靠山，他就逼你给黄老大做妾，你们因此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我就要杀人吗？不至于吧。再说我一个弱女子，炸药是从哪弄的？引发爆炸的不是炸药，而是面粉。面粉能炸死人，真是闻所未闻。面粉之所以会引发爆炸，是因为……等一下啊。
面粉之所以会引发爆炸，是因为粉尘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与块状物质相比，粉尘的化学活动性强，接触空气面积大，吸附氧分子多，氧化放热过程快。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任何一粒粉尘被点燃，都会发生剧烈的燃烧反应，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就是说，当每立方米空气达到 9.7 克面粉的时候，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当晚你也在场啊？面粉是从哪来的？从干冰机里喷出来的。当晚舞台上有6台干冰机，其中5台填装的都是干冰，只有1台装的是面粉。演出开始时，5台机器同时启动，干冰形成水雾，与面粉颗粒混合在一起之后，由于冷空气比热空气的质量低，水汽下行。不久之后，舞台上就只剩下不易流动的面粉颗粒，空气中的粉尘浓度越来越大。在邹颖唱完歌和刘会长合影的时候，记者的闪光灯点燃了粉尘，然后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即便如此，怎么证明面粉是我装上的？很简单，案发以后，你得知陆遥会来侦办此案，出于对他办案能力的担忧，你决定冒险回到现场，把干冰机的喷筒内壁擦拭干净。他昨晚勘察现场的时候，找到了被你擦干净的干冰机喷筒。现场那么多人，为什么说是我擦的？喷筒内壁上有你的指纹，擦拭的手绢被你扔到舞台后巷的垃圾桶里，那上面也有你的指纹。而且我们在后巷还发现了些许搬运面粉的痕迹，但喷洒碘酒之后，面粉变了色，我们在上面发现了你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了舞厅的后台。你们是怎么怀疑到我的？你的鞋，鞋？案发当晚你穿的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次日一早在巡捕房，你声称昨晚整夜都没有回去，但是你却换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这个奇怪的举动引发了陆遥的怀疑。在舞厅后巷的垃圾桶里面，我们找到了那双黑色的高跟鞋，这说明你早就预见到当晚会有弄脏鞋子的情况发生。在你家，你从垃圾桶里面翻找打火机，你不抽烟，你姐抽烟，所以在离家前，你知道你姐不会再回来，所以才会把打火机扔进垃圾桶里面。至于面粉，你家的账本上清清楚楚地记得，3天前花了20大洋买了面粉和大米。在厨房，陆遥发现面粉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他由此推断出是面粉引发的爆炸。所以我是弄巧成拙了。我猜想啊，你把账本和子弹送给我，是希望我们在查到白老大的时候，可以自动销案，对吧？这个前男友，真是上辈子修来的。我的话说完了，可以跟我走了吗？Bravo! It's so wonderful to see the process of a case today. 真是太精彩了。客气了。这是什么？我们在邹家发现的《上海泰晤士报》，经过仔细核对，我们发现这个跟原版有些许的不一样。什么意思？这份报纸是特制的，只有邹静看得到，而且这上面刊登了很多有趣的内容。面粉厂大爆炸，干冰机的工作原理，我想邹静一定是从这些资讯当中获得犯罪灵感，所以与本案相比，我们对隐藏在案情背后的线索更感兴趣。请问，你在暗示什么吗？我敢吗？我只是希望你们可以让陆遥留下，毕竟租界的长治久安才是重中之重。
成交。那告辞了。心情不错嘛。路遥呢？他不想见你。那你来干嘛？来看我笑话吗？对，你本来呢没事的，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自作孽不可活。我要是没事，就没你事了。谁给你的自信啊？他给你写过情书吗？他给我写过，很多，很多封。所以呢？你吃过他做的饭吗？哦，亲自端到床上，喂给你吃。我有手有脚，不用他喂。之前陆遥问过我一个问题，和凯恩斯分开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流泪？你回去转告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是付出最多的那一个。只有凯恩斯让我感受到了被爱、被尊重、被保护。没有和他在一起，是我这一生最后悔的决定。所以你没爱过路遥？哼，那个笨蛋自私幼稚，还大男子主义，就留给阁下去伺候吧。路遥的好，你根本不懂。你懂，我祝你幸福。借您吉言，我会好好努力，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告辞了。他爱吃鱼，爱吃炸鱼、黄花鱼，用料酒腌一个晚上，再裹层面包屑，炸至金黄出锅后，再撒一点胡椒和海盐，掌握好火候，他就再也离不开你了。谢谢。这天气实在是太不适合打高尔夫了。反正上海也没有场地。你会打吗？但是我打得很一般，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跳舞。你还敢去舞厅啊？我听说，上次舞厅爆炸案的主谋是你的前女友啊。听谁说的？你就说是不是吧？我跟她已经分手很久了。那你现在是单身吗？怎么？你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不啊，我毛遂自荐，不行吗？你也太客气了吧。其实我之前在报纸上看你的事迹的时候，就挺想认识你的，没想到后来楚生哥还真的把你介绍给我了，我还让我爸爸特地去打听过，
其实我们两家有很多的共同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我哥哥的洋行去上班，他那儿现在刚好缺一个执行董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这个人呢，太懒，不想过朝9晚5的生活。不想上班，那就不上班啊。只要你能抽出空陪我喝喝茶、聊聊天就行。我也很喜欢陪你喝茶聊天，可是我家里供了个母夜茶，实在是不敢造次。你跟白大小姐已经确定关系了？确没确定，我也说不清。我俩在一起经常吵架，可是几天看不到她呢，我心里又空落落的。她难过，我也跟着伤心。看到她得意的样子，我就特别想欺负她。总之，看到她生气，我心里就特别舒坦。你喜欢她什么？我也说不清。感情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可能跟他在一起，是我这辈子犯过最大的一个错误。不过还好我年轻，输得起。我先闪了，有事常联络。哇！放下，还没撒胡椒粉呢。已经走近了。嗯。他跟你说了什么呀？他说你自私、幼稚、难伺候，还大男子主义。那他很了解我吗？今天干嘛去啦？见了个人。男的女的？女的，特别漂亮，而且呢温柔贤惠、知书达理、气质优雅，还会打高尔夫球，还留过洋是吧？对啊，普林斯顿的。我们两个一见如故，聊得特别开心。你俩真挺般配的，不像我，不温柔，不漂亮，更没留过洋，还是个母夜叉。你找人监视我？哼，我可没那闲工夫。上海滩只要有账房的地方，都有我的线人，人家非要打小报告，我有什么办法？你这是非法窃听，不道德的，你知不知道呀？你在背后说人坏话，你还有理了是吧？还母夜叉，你怎么不说我是活阎王呢？还跟人说什么？看我生气你特舒坦是吧？好，老娘今天就让你好好的舒坦舒坦。年轻是吧？输得起是吧？是不是输得起？是不是？站住！给我过来，把话说清楚。我说什么呀？你有本事当我面说呀！等我年轻，我是年轻，怎么了呀？你给我过来！枉我还给你接小黄鱼，我今天我不打死你啊！我就不姓白！你给我回来！白先生，久仰。彼此彼此，坐。我这次来上海，主要是想登门道谢，感谢您这段时间以来对我弟弟的关照。哎呀，这话应该是我说嘛。路遥在上海帮着巡捕房破了那么多的大案，我作为市民，我应该感激他呀。客套话就不说了，我这次是要带路遥走。他是个大活人，
他要想走，谁能拦得住他？之前至清想要带他去广东，被拦了。那次是绑架，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这合适吗？工部局要派他去苏格兰场，也被你们搅和黄了。有关英国人的底细，我希望还是调查清楚了再谈。我知道，他和令爱很要好，但是我家家风清正，我爹绝不会同意这桩婚姻。回去告诉你父亲，我这个人很简单，亲家来了有美酒，仇家来了我扔手雷呀。路遥是个好孩子，他要是想留，白某会竭尽全力。明白。告辞。哎呦，不用忙了，我约了人打牌，收完房租就走的。哎呀，您坐会儿嘛，您看您好不容易才过来。其实我有些事想请教您。什么事情啊？就是您以前不是结过几次婚吗？那在这方面您经验肯定丰富吧？哎呦，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我也希望天长地久的，可是老天他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嘛。哎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心的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让他娶你？这种事情，主要是靠缘分的呀。如果对方他喜欢你，你就再逼他一下，他就娶你了。怎么逼？那这个就要看对方的兴趣爱好了啊。比如说他喜欢跳舞，那你就跟他跳呀，使劲跳，随叫随到的那种。然后过一阵子突然不理他，他一着急，钻戒就掏出来了。那我不理他，他去找别人怎么办？他不会的。小鹿不是那种人，也没有人喜欢小鹿，除了我。你们两个人是真的决定要在一起了？这事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吧，还得看他的意思。上次不是说怀了孩子吗？打掉了。上次我那是开玩笑的，结果开着就认真了吗？哎呦，拿我寻开心啊！哎呀，男女这种事情呢，我也不是专家，我这个人是命带桃花的，上街吃个早点都会有人追的，我的经验未必适合你。哎呀，那这我能找谁请教去？当然有这方面的专家了。专家？谁呀？谢谢。男女之事，干嘛来问我呀？当然是因为你经验丰富啊。喂，你别误会，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觉着，男女情感方面，你肯定比我懂嘛。我要是真懂，早嫁人了。好吧，之前的案子我还欠你个大人情呢，有什么疑惑你说吧。有个男的，上周他亲了我一下。亲哪儿了？亲嘴唇。然后呢？没了。之后我们俩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俩也每天见面，但是关系好像完全都没有变化。那他是不是太羞涩？他脸皮可厚着呢。他前女友说他给他写好多情书，还做份喂给他吃，太浪漫了。为啥到我这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你俩太熟了呀？
不好下手的呀。我每天睡觉都不关门，他不来，我总不好去他屋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两个是朋友，他可能会担心，万一你们两个关系处不好，以后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呀？那他妈干嘛来亲我？他妈也亲你啦？我没见过他妈呀。不好意思，我听岔了。那你喜欢他吗？嗯。有多喜欢？还行吧。0到100，你打多少分？120。那你还等啥呀？主动出击呀！主动出击？那他要是拒绝我了，那多害臊。那也比你现在独守空房要好的呀。这样，你呢，可以先去买2张票。什么票？不重要，任何演出都可以，电影啊、话剧啊、京剧啊、舞台剧啊都可以。关键在于私密空间。你在干嘛呀？健脑。什么意思啊？让大脑保持充血状态，可以刺激神经元生长。哦。你今晚有空吗？干嘛呀？那个，别人给我2张皮影戏票。电影、京剧、舞台剧，甚至相声、马戏我都看。可这个皮影戏是个地方戏种，算了吧。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啊。我娘是个戏迷，从小我就跟她看皮影戏的。啊，算了吧，看不了。不给面子是吧？不是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一起看电影发生了什么？所以呢？那上次我们一起出现在大华舞厅又发生了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每一次，只要是我们2个共同出现在某一个地方的话，就会有人发生不幸。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健康，找别人陪你看吧。谢过阎王爷！谁杀谁，你给我滚出去！有阎王不耐烦，生死簿扯个稀巴烂，一脚蹬到阎罗殿。感觉怎么样啊？五峰会中间那段不带唱的打戏还不错，你怎么喜欢这种剧？这是国粹，始于西汉，兴于唐朝，元代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哟，难道是又加一场戏？加一场戏？杀人了！皮影杀人！是不是杀人了？小干，演出已经都结束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去？严先生，吴先生来了。你是管事的？是，我是租界巡捕房的乔探长，麻烦你把门打开。为什么？我怀疑里面出事了。小雨，小雨，
别进来！小雨，小雨，小雨，吴先生节哀。小雨，刘宁，出去看好所有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我在。我明白了，这么快啊？原来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的那个灾星不是我，而是你。等一下。应该是打斗的时候拽下来的，拿回去验个指纹。说吧，怎么回事？死者呢叫陶宇，是这个戏院的皮影戏艺人。演出完之后，观众离场，路过这个走廊的时候，这屋灯突然亮。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一个皮影把坐在这儿的陶宇刺死。从死者倒地到我们进去，一共不到2分钟。皮影杀人，确定不是人扮的？形状不一样，人没法装。你们都没看见有人进出啊？没有，没有。我先给你们普个法啊，做伪证也是犯法的。这谁主讲？哎，你跑什么呢？你说你呢？出来！你出来！干嘛呢你？葛老爷子，原先是琴师，现在在剧院当门房。哦，你跑什么呀？我说呀！哎，啊，老葛，你这真不是我的，我发誓。我是来查杀人案的，不缉毒。这个借我用一下，都别说话。干嘛呢？找密室。我在这儿10几年了，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密道。那这个屋是干嘛用的？储藏室。那死者晚上不是有演出吗？来这干嘛？按往常的惯例，演出结束后，他得过来归置皮影箱。这个就是皮影箱吧？打开吧。哦，原来是你。说，你跟死者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要置人于死地？你说杀人？说啊，那么多人看着。你难道没听过一种茅山邪术，叫做阎罗索命咒吗？据说练就此咒需要以7749个童男童女的精血炼化，然后把尸油涂在纸上，用意念去施法。亲眼见到此咒的人，都会死于非命。这么多人挤这儿，口臭脚臭熏死我了。大哥，你快点，我已经快30个小时没睡觉了。今晚在场所有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越详细越好。我怀疑凶手就在这帮人当中。那把他们给我叫回来！你说你是不是个扫把星？我要是你爹啊，早把你掐死了。程序导演吗？当然是。三坨，看着呢。三坨，你听我说，别睡，保持清醒啊！我不许你睡。三坨，先生，三
土，三土！又你啊！你别着急。有点，你别担心啊，我找人给这家伙算过了，他能活到90多岁，子孙满堂，福禄双全。护士，怎么样了？哪位是患者的家属？我是。这个手术有风险，需要签免责协议。手术不是已经开始了吗？刚才情况紧急，手续都没有办，现在补办，否则的话，我们只能做常规的抢救。您是直系亲属吗？我是他老婆。那你签一下字吧。老婆。只要他活着，这辈子我会每天每时每刻陪着他，1秒钟都不跟他分开，我烦死他。医生怎么样了？放心吧，已经脱离危险了。谢谢医生，太感谢了。他什么时候能醒？还在昏迷当中，确切的说呢是深度睡眠。不过照目前情况来看，应当很快可以恢复清醒。那子弹呢？什么子弹？他中枪了，身体里也有子弹啊。他身体里边没有子弹。那怎么可能啊？他的胸部有个伤口，不过从形状上来看，感觉更像是刀伤。怎么会这样啊？刀伤，刀伤也不可能昏迷啊。啊，我们在他的手掌里边发现了这个。这个，难道是他中枪以后自己拔出来的？前段的萨棱锥形刀片是负责刺入皮肤的，中间的圆筒是中空的，尾端的挡板是为了防止子弹彻底的深入身体。这个有点像一个微型注射器。来，都来！阿伟，带人守着病房，没有我的允许，所有人禁止探视。指令。大罗，通知下去，派人盯着车站还有码头，如果发现可疑的人，第一时间拿下，回来审问再说。多少人怎么办？我担着。小子，对了，跟我去趟案发现场，带上狗、陆平还有。刘总，这枪手很奇怪。昨天晚上，他一枪打中陆遥的胸口，说明他枪法还挺不错的。后来我们躲到车的后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打右枪，2枪之内汽车一定会爆炸，到时候车边的人都得玩完。而且这个地方对枪手来说占尽了优势，他完全没有必要逃跑。报告。现场找到了这个，
啥意思了？昨天，我女儿女婿遇袭，我女婿挨了一枪，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这是阿四在现场找到的。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这是你过60大寿定制的手链，108条，贴心的兄弟，人手1条。阿宝，我是看着幼宁长大的，我就从小喜欢伊，就算咱俩再不开心，俺俩不可能弄怂伊呀。再说你女婿是什么人？他爸爸手眼通天，2个阿哥都是军阀，我向他开枪，分分马好了。不是你还能有谁？谁有那么大胆子，能敢？The people at the hospital just told me that Lu Yao's just gotten out of intensive care. He didn't die? If he dies, Shanghai will be in chaos. Actually, it's already in chaos. Mr. Bai's henchmen are making trouble at the station and the pier. I've already apprehended more than a dozen people. It's okay. Just let these people do as they want, you know? They're all of low status anyway. The more they play up, the more public opinion will favor us. And then we'll just wait until they're foaming at the mouth with discontent. Just take your time, and then we will choose how to sort out everything and put it all back in order. I'm just worried that they'll ruin the deal. Don't be worried. You know how many times I prepared for this deal? As long as Lu Yao is lying in the hospital, we won't have any problems. And with God's help, he likely won't get up, ever. 周娘，回去睡一会儿吧，我来照顾他。不用，放心吧，医生说他没事儿。可他为什么还不醒呢？检查报告出来了，化验结果说那个子弹是特制的，里面装的是受用麻醉剂，用来捕猎大象的。那他还要睡多久啊？那么大剂量，普遍上白吃就不错了。你才白痴呢，乌鸦嘴！呸呸呸！请让。你谁呀？我是患者的姐姐。4胳膊点头，你是患者的奶奶都不行。哎，对吧？我姐姐，行吧。大姐，你怎么来了？我弟弟受伤了，我作为亲姐姐，难道连探视的权利都没有吗？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家医院的苏院长，是我在哈佛的学弟。他一定会醒过来的。我能单独和白小姐聊一下吗？来，四哥。医院。对吧？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动手，就等你一句话了。妈，手痒了？手实在是太痒了。那就再憋会儿，要干就干票大的，让那些不长眼的洋鬼子长长记性。小的时候，他脑子笨，《论语》到4岁都背不全，7岁才学会微积分。我爹气疯了，打他手板，手肿那么老高，他不哭也不求饶，在大学里活活跪到后半夜，差点被冻死。这家伙有时候确实很倔。当时我娘在天津替姥姥处置家产，常年不在家。我作为长姐，承担起了教育她的责任。她落到这一步，怪我没把她救好。
并没有。他虽然嘴贱，有时候还好吃懒做，但工作起来认真负责，从没犯过原则性的错误。跟我身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相比，他很干净，像个孩子一样，让人想要好好照顾他，保护他。但你并没有做到，不是吗？你爹跟我说，他会竭尽全力护三土周全，言犹在耳，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也没想到那些人竟然胆子那么大。上海滩鱼龙混杂，那么多势力为了利益互相争斗，三土被卷进去，即使这次没事儿，迟早也会付出血的代价。若是为国捐躯，我们也认了。可要是为了这仨瓜俩枣的江湖利益送了命，我们家真的丢不起这人。大姐，那你想怎么样？白小姐，我听说你是黑帮4大千金里唯一一个自力更生的，你们相处数月，始终以礼相待，说明你品行周正。你的文章我也看过，文笔，但不重要。字里行间中看得出你拳拳的济世之心，就冲这个，我作为长姐，同意你们交往。真的？那，你爹？即使我爹不同意，我也会想办法慢慢说服他。谢谢大姐。那您多受累啊！要不要吃个苹果？我给您削个苹果。只是为了安全考虑，你们不能继续再留在上海。不在上海，那我们能去哪儿啊？非洲。我先生在突尼斯有庄园，光仆人就100多个，在那儿种田、骑马、打猎，你们俩可以撒着欢玩。可是我们俩在大城市住惯了，巴黎、伦敦、纽约，哪儿都行。你想去哪儿，我会给你们置办房产，保证小两口衣食无忧。以他的能力，在华尔街谋个职位应该很轻松。你若还想继续工作，我可以帮忙写推荐信，《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我都有熟人。只要你们两个能安全的活着，别的我都不计较。谢谢你，大姐。可是这么大个事儿，我想等他醒来，我们商量完以后再回复你，好吗？好吧。但是要抓紧时间。路遥遇袭之后，江湖大乱，未来上海滩难免会有流血冲突，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Something has happened at the casino. Please send someone quickly. Yes, it's serious.
It's already out of control here. 我跟火麻利点，这比红口驾驶连城，硬的慌。哎。探长，人家等着呢。等什么呢？纵火案，今天一早就来报案了，到现在咱们一个人都没往那儿派，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有人死吗？那倒没有。没死你着什么急啊？7月还有个命案呢，办案啊得讲究轻重缓急。那赌场那个案子呢？闹蛇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巡捕，又不是法海。那个厂子英国人有股份啊。英国人报的案？不是。那不就得了？他们来了再说，不来就当不知道。那就这么拖着。要不你去？我没那胆儿。怕？白老大和英国人的假板期，我哪受得起啊？我怎么听不懂这句话？陆先生遇袭后，江湖大乱，这几天的苦主，似乎好像都和英国人有关。这是巧合吧？陆先生又没死，咱们有必要跟英国佬闹那么僵吗？没死是他命大，挨了枪子儿子还得让我们跪着求他呀？想什么呢你？真当我吃干饭？哎，师傅，啊，醒了？好，我马上过去。那家伙醒了。矮老虎油。矮老虎油，不是矮老虎。四哥。师傅。验尸报告出来了，死因是流血过多，体内含有大量的降压药和酒精。不会真失忆了吧？失忆倒还好，我就怕他变成个白痴。变成白痴也好，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交代？交代什么？他姐被人绑架了。什么？好啊，不是他被谁绑架了？快说啊！现在没事了，让他逗你玩呢。你陆三图，脑袋疼，脑袋疼是吧？这儿疼是吧？那儿疼是吧？我这病人，我坏人，杀人了，杀人了！救命！给我转过来，转过来！杀人了！杀人了！救命啊！喂，人命关天啊！你们不是人命。喜欢演戏是吧？来，再给老娘演一个白痴。来啊，演呐，演！你给我演！陆三哥，演！再给我演！杀人了！王八蛋！我和老白从小一起打天下，情同手足。为这点钱，我不可能对他出手。你不出手，他会把租界秩序搞得一团糟。这跟我有关系吗？英租界可是你的地盘。我们并不想跟他正面冲突。怎么？你怕他了？目前
这是单纯之案的问题。中国人之间明争暗斗，我们可以作弊双管，必要时可以提供一些法律支援，但是如果英方贸然行动，一旦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外交事件。你出手比我们更有效率。你让我做什么？你说说看。这件事对你来说，也就是居首之劳。安全，安全，安全。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喊一嗓子就行，外面都有人啊。用不着这么大阵仗吧？最近少出门，上海不太平。怎么了？还不是因为你中枪以后，我爹气疯了，到处找英国人麻烦。这事跟英国人有什么关系啊？啊，那个麻醉弹呢是英国造的，之前是用来狩猎大象的。那为什么不干脆一枪打死我呢？你一死了，你家人就会找他们麻烦，他们无法承担后果，所以这一枪只是为了警告你，让你识相点，尽快离开上海。皮影戏那个案子怎么样？那个案子别管了，你们俩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个密室杀人，解不开这一题，我不甘心。放心吧，你昏睡的时候，我找到线索了。真的？嗯。那个纽扣的背面刻着 Hugo Boss 的字样，我让阿斗呢拿着纽扣去永安百货调查，调查后发现，这个纽扣来自今年春季的限量款风衣，从德国进口到上海，迄今为止呢一共卖了17件了，订购者的名单都有。干得漂亮啊！经过查验还发现，纽扣背面的指纹和凶器上的指纹来自同一个人。当晚你不是断定说凶手就在围观的群众里吗？围观的群众我都留了资料，接下来我会通知他们来巡捕房，一一的比对指纹，相信很快就可以查到凶手的身份。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认定凶手就在他们中间？很简单，因为当晚的密室是一个心理密室。心理密室？那个密室我们都看过，绝对没有任何出口。想离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凶手就躲在门背后，等到房门打开，围观者涌入房间的时候，再趁乱混入人群，假装就是围观者其中的一员。那如果他在开门的瞬间被人发现了呢？这么做风险太大了吧？可实际上你们就是没发现啊。我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你先睡会儿吧，等醒了再仔细想。不需要，那颗纽扣就是线索，赶紧抓人，然后再严审，之后再看我说的对不对。嗯。报告探长，人到齐了，手印也都安了，对比指纹还需要点时间。验个指纹需要这么长时间吗？干嘛吃的？怎么了这是？喝咖啡堵着了。您是怕那帮英国人反击吧？我怕的是他们不反击，几天了都吃这么大闷亏，一点动静都没有，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呢。那帮英国人都是读书人，动嘴皮子还行，打仗都不行。你太小瞧他们了吧？你以为他们当初是怎么从清政府手里拿下租界的？拿银子砸呀！银子？人家是用军舰和大炮轰下来的。日不落帝国不是白叫的，全世界他们有多少殖民地啊？靠嘴皮子可撩不下来。报告，这我验完了。有结果吗？没有结果，商场所有人指纹都对不上。
确定现场所有人都查了吗？确定啊，除了你我佑宁之外，现场一共13个人，没有一个漏查的。不可能啊！我们进去之前呢，萨利姆在走廊尽头守着，我们进去之后，没有一个人离开。相信我，凶手绝对在中间。348133除以97等于多少？干嘛？素质生。懒得搭理你。去哪儿啊？去现场再看看呀。坐下。你和佑宁最近严禁外出。那这个案子僵住了呀，现在。僵就僵呗，反正死的也不是什么大人，我们没有办案压力。戏子的命就不是命吗？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得那么惨，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丝的同情吗？你难道就听不到死者妻儿的哭声吗？谁能想到，在这片蓝天净土下，竟会有你这样视人命如草芥的执法人员。作为一个执法者，你连最基本、最基础的责任心都没有吗？我鄙视你。你俩想出去也可以，那也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这个是最新的美式装备，你们俩适应一下啊。哎，我发现这离我老巢挺近的。老巢？沙逊银行啊，往那儿走2步就到了。以前我经常在这条街上吃生煎的，那个时候日子过得真是悠闲。现在改行还来得及，也许吧。办完这个案子，我该找份正经工作了。他们干嘛呀？怎么这么多人？这些全部都是死者的戏迷。皮影戏也有戏迷？喂，这是国粹，始于西汉，兴于唐朝，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哟，记性不错嘛。这个祈愿是上海最火的皮影戏剧场，虽然跟京剧比起来，票房是差很多，但是因为有吴、陶2位先生撑着，才能够一直坚持屹立不倒。可是现在只剩下吴先生一个人了。他们2个私交怎么样？听说不大好。陶先生贪玩，演一阵儿赚了钱就消失了，等钱花光了再回来接着演。吴先生当过跑船的，半路出家，所以陶先生作为师兄，他就算再怎么折腾，吴先生也不好说什么。杀人动机有了。你会因为我不恪尽职守就起杀心啊？你什么时候恪尽职守过呀？陆三图。吴先生，请节哀。谢谢各位，请坐。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大部分员工都放假了。为什么呀？之前每天都有演出，大家已经疲惫不堪。我师弟出事以后，演出也就暂停了，正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休息一下，待日后重新开张。可是现在就只剩下您一个人了，还能重新再开张吗？放心，一定能。我师弟的案子查出眉目了吗？还没呢，我们把他手里的纽扣拿回去做指纹查验，还没结果呢。所以这次回来想来现场再看看。好，现场我保留着呢，一点都没动。老葛，拿钥匙带陆先生去储藏室。
陆先生，这边请。哎，把你那个烟枪也拿上。既然不在现场，他是怎么离开这儿的？难道真有什么穿墙术之类的？还是有什么机关我没发现啊？没这么邪门吧？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在下就先行告。别急嘛。我记得你是门房是吧？啊，是。那所有观众进场都先得在您这儿验票对吧？啊，这怎么了？想请你帮个忙，有件大衣，想请你帮我辨认一下。萨利姆，案发当晚，有没有看到人穿着这身风衣进场？现场那么多观众，我怎么可能个个都认得？不说是吧？好，我今天呢不是来查杀人案的，而是来缉毒。先生，你看我有什么用？跟案件相关的事，实话实说，无需隐瞒。不瞒各位，那天晚上我确实看到有人穿这件衣裳。谁啊？说呀。那人姓陈，叫什么？叫陈有利，听说来头很大。怎么，你认识？陈有利是黄伯伯的白纸扇。白什么？就是军师，专门负责敛财的，江湖人称马匹财神。这事儿不小了，我得回去跟老爷子商量一下。商量什么？如果是我犯事儿了，法租界想抓我的话，必须得问过黄老大和杜先生，他们和老爷子商量完，得出结论，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动手。你这要回家呀？哈，师傅给咱放了几天假，正好回去看一眼。这些皮影放起来有什么讲究没有？哦，皮影之间，男女影人的头和身子不能混淆，以免乱了阴阳。摆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能脸对脸，这样会导致内部分裂，生口角。还有什么说法没有？走啦，赶紧的，我还要回家赶稿子呢。这幅画是不是换过呀？哎，你怎么知道啊？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挂的不是这幅啊。前些天晚上闲人多，把这画给碰掉了，画框给摔坏了。这幅是新画上去的。那这幅画有什么讲究没有？钟馗，怕冤魂索命啊！毕竟有人横死，怨气重。这是老葛特地从崇华庙取回来的。又是他！哎，又没交电费？谁说的？早交了呀。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就是想你了，我来看你一眼不行啊？这个月房租我交过了呀。谁跟你聊房租啊？苏琪，咱们俩今天来聊聊感情。感情就别聊了，我心里已经有人了。谁呀？白佑宁。原来是真的，我的心好痛。我是没有她年轻漂亮，还是没有她温柔风情万种啊？姐，你就别逗我了，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家里的事都没处理完，你就别给我添麻烦。好吧，我们两个人也算是情深缘浅了。瑶瑶，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有没有对我有一丝丝的心动啊？好像没有。好的，下个月的房租翻倍。
翻就翻。回国以后呢，白幼宁是我唯一心动过的女孩子。这个答案你满意吗？小家伙，可以呀、那你就要对她好一点。女人是用来宠的。我尽力。老爷子，哎，来了，哎，吃了吗？没了。哎，给楚生吃个饭。别了，不吃了，有急事儿。怎么了？英国人那边有动静了？不是，黄老大那边，陈有利涉嫌杀人。哦，就是老黄家那个白纸扇。对，我们查案的时候发现他有重大的犯罪嫌疑。杀人动机是？黄老大看上一个在黄金地段的戏院，让他去收购，结果业主不肯啊，他们放火威胁，什么招都用了。业主下定决心跟他们死磕到底，估计力哥是被逼急了才起的杀心。证据确凿吗？现场有指纹呢，一旦对上，立刻抓人。所以办事之前，我先过来跟您请示一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呀？先搜集证据，但这事儿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好，我明白了。抱歉，路上有点多。没事，李哥。喝这个行吗？可以。走一个，走一个。师傅，找我什么事儿？我最近在查案，有点事儿跟您请教一下。平影剧院的案子。对。我在现场发现了你风衣上的纽扣。可是，我有不在场的证明啊。确定不是伪证啊？乔四儿，咱们俩都知根知底，就别兜圈子了。我们老大要拿那个剧院，谁敢拦，一切后果自负。什么？你们要进军英租界？啊，对了。我记得你们家在法租界也有物业，回去转告白老大。我们办事儿只图财，只要不挡路，大家都是朋友。那如果不小心挡了呢？那就看看谁家枪多呗，多大点事儿啊！雷哥，是不是要开战了？希望不是吧？希望。烤好了。哇哦！喂。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楚生哥核对了陈有利的指纹，和凶器上的一致。怎么处理啊？我爹应该会和黄伯伯商量一下。那凶手会逍遥法外吗？不确定。如果真逼急了，他们会花大价钱找人背锅的。证据确凿，指纹怎么解释啊？
想解释吗？一堆办法。他们敢公然对抗民意？不敢，但是他们敢烧报社。以前我也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自从你中枪以后，我真的怂了。哎，你好，请问路遥在吗？林小白。嘿，三图，好久不见，想死你了！少来这套，你来干嘛呀？喂，你不用这么冷漠吧？能不能借一步说话？进屋说吧。我最近手头紧啊，没钱借你。哎，我可不是来找你借钱的。那你来干嘛？找你发财的。发财啊？就你啊？瞧不起人是吧？我跟你说正经的。沙逊先生最近卖了很多产业，换成了黄金，我觉得他是想撤离上海。撤哪去啊？从资金的流向来看，应该是香港或者伦敦。为什么？上海最近不太平啊，分散投资来确保资金安全。哎，我还听说了，那帮犹太富商也开始悄悄抛售资产了。也就是说，股市会有一大波行情啊？没错。银行隔壁那家盛乐汇，那帮臭老外天天搞派对，每天晚上8点开始，狂欢到天亮，附近的居民报警都没有用。那家不是周末才开门吗？所以啊，我觉得他们是收到了风声，准备进场捞一波大的。哎，怎么样？大好的机会，要不要一起？机会不错啊，可惜啊，我一个子儿没有。你是没有啊？你老丈人不是有吗？什么老丈人？胡说八道什么呢？哎，行行行，你不想说，我也懒得问啊。但是这波行情啊，绝对能暴富。这要错过了，你肯定后悔一辈子啊，真的。嗯，还是算了。不是，你说真的假的？有金子你不捡，你脑子烧坏了。我可能很快也要离开上海。为什么？这个财，你自己发吧。不是三福啊，你变了。有钱不赚王八蛋，这是你的座右铭啊。如果你挨了一枪，你也会变。人只有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刚放弃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发大财。哼，不可能，有钱不赚王八蛋，不是你的座右铭吗？中枪之后，我好像一下子就想通了。以前我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让我爹看看，离开家我照样能混出个人样的。可后来我发现，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我破了这么多案子，名震上海，可在我爹眼里，我照样是那个没出息、让家族蒙羞的浪荡子。唉，这也不能怪他，正经人家都不爱跟黑道沾边。我是真有点累。以前破案，总觉得特别新奇，特别好玩。可现在经历的案子越多，心里越压抑。最近心里堵得慌。不想干了，那就撤吧。能撤哪儿啊？伦敦、纽约、巴黎。你给钱啊？说的轻巧。这是什么？化验单。陈有利的指纹跟杀人现场的凶器上一致。哦，这事儿
你怎么想？银都界的官司，轮得到我多说话吗？有利抓还是放，全凭你一句话。